为了拆中国的台，巩固美国在中东根基，布林肯是硬着头皮又去访问沙特了。谁知道目的没达到啊，反过来还挨了中东国家3个耳光。这半岛电视台在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，对美国是冷嘲热讽。他们呢就发表了一个评论，这题目用的挺有意思的：再见美国，你好中国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布林肯这次突然去沙特访问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哈。第一个呢，他要修复和沙特以及中东国家的关系；第二一个呀，他要是拆中国的这个台，因为我们中国促成了中东大和解之后，很明显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影响力在不断的在扩大嘛。那同时呢，美国也要压制一下俄罗斯有可能在中东地区进行的战略拉动。这第三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，它就是要跟欧佩克组织去谈。那沙特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了，就最好呢这个原油这个问题啊不要再去限产了，你把这原油价格弄得那么高，美国受不了。谁知道布林肯这次去了之后啊，这个中东国家根本就不买账。因为中东国家现在啊，对美国还秉持着这个所谓的人权呐、民主自由啊这种价值观外交啊，持一种怀疑的态度。而且呢，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中东国家意识到美国的危险是越来越大。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肯定是布林肯就达不到他的目的了哈。但是中东国家呢，对这布林肯啊，对美国这些年所积怨的这些怨气也要发泄出来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就干了3件事。这3件事弄得呢，布林肯真的是好难受，这就等于挨了3个耳光。这第一个耳光是哪儿呢？就是这个沙特。沙特干的这个事情啊，他真会搞这个表演。他就在这个布林肯到访的当天，他就让伊朗驻沙特的这个大使馆啊，这个恢复啊、重开大使馆这个活动同一天举行，而且搞的规模特别的盛大。你这不就是在恶心这布林肯吗？这同时呢，也是明确的就告诉了美国，我们现在呢中东地区要推行这个多边和双边的这个和解，中东的大和解是大趋势，这一点我们是一定要往下是加紧去做的事情。而对于美国想谈到的和我之间关系的缓和，让我们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关系的缓和，这个事情现在看样子是你走不下去的。美国挨的第2个耳光呢，是布林肯去沙特之前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的，就是阿联酋啊，他就退出了美国所主导的那个所谓这个中东航运安全部队。这个是美国主导的，已经搞了都20年的事情。阿联酋呢是其中重要的成员啊，他一走了之后，那这个后边所产生的效应，那就会是一连串的连带效应就会产生出来。但这也从根本上来讲，阿联酋啊，包括这些重要的海湾国家，这个中东国家对美国这一套已经开始不买账了，就撤出吧，然后马上又跟沙特呀、巴林呐、还有阿曼呢，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，就组建一个自己的维护这个中东海运安全的所谓中东海军联盟。这个明显的就是跟美国分道扬镳，而且这么搞有点对着美国去的这么一个意思。布林肯挨的第3个耳光啊，就是这个布林肯不是说要去了之后想协调一下油价问题吗？那欧佩克又马上就宣布一个消息，就是说啊，减产这事儿还是要继续干。2024年开始啊，要每天再减产150万桶。你要说起来这件事啊，倒也不能说是就是欧佩克是怼着美国去的，可是呢，从现在这个实际情况上来看呢，这确实是削弱了美国的在这方面的控制能力，而且让美国觉得非常的难受啊。但是作为这个欧佩克国家，他们是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来确定自己，他们要减产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，还是一种市场的一种行为，但是客观上确实是冲击到了美国。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现象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布林肯这一次出访沙特啊，他是没有取得实质性上的成果，同时呢，也达不到他的目的。